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我们是不是都会认为，如果我要是有了自信，就可以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恋爱生活呢也会更美好？那我们就先想想自己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呢？今天呢，就针对这样的问题，介绍优选的3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从日本年轻的精神心理学家Daigo 那里学来的。这3个方法肯定是能够解决你自信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帮助你养成3个良好的习惯。平时的那些没有自信带来的弊端呀、问题呀，几乎也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这里需要十分注意的是，自信不等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与工作的成果业绩不成正比的。因为研究发现，在选考啊，或者是一些面试的时候，表现得很有自信的人，他们的工作表现并不是都十分出色的。也就是说，有工作能力与否与自信心并不是十分相关的。而且过于有不切实际自信的人，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呢反而很差。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条件好，可能会被很多人追求，尤其是那些高中小男生觉得自己有一种无敌的感觉的人，反而让人反感。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有自信，而仅仅是呢一种自知的钝感而已。说到这儿的时候呢，Daigo呢还介绍了一本绝版的日语书，我把它的书名写在这里。英文的呢，这本书呢应该还是可以买到的。从这本书的题目呢，大概我们也能了解，也许自信并不需要那么太多，当然太少也是有问题的。重要的呢，是有了可以看待自己、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接受自己的自信就够用了。所以最低限度的自信就是认识自己，这样可以很好的认识了自己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一部分可能要改进，这一部分呢不擅长，那就要找别人来帮助。过于去强调自信呢，反而会看不清楚自己。就是因为很多误解，只要有了自信，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大家拼命的想有自信，其实这也是一个最大的认知问题。待会他强调说，万一你要是真正的丧失了信心，你一定要知道，解决问题的核心呢，并不是自信，而是能力。所以要找回来的呢，不是自信，而是自己的能力。事实上就是说，把问题解决好、处理好的，并不是来自自信心，而是能力。所以 Daigo 在他的影片里强调，每个人根本的需求是能力，而不是自信。他还强调，虽然很多人都想成为自信满满的人，但事实上呢是不可能的，因为呢自信呢实际上也是受基因影响的。所以盲目的只是让人们提高自信，也是一种无稽之谈，或者说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相反，需要告诫的是呢，不应该去盲目的自信。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引用翻译过来的呢，也能够帮助大家彻底的提高自信的方法的注重点，大家就清楚了吧？那就赶快来看看这3个方法。第一个，那就是运动。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当我们去参加选考啊、面试的时候，如果自己有一个健美的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给自己信心。所以呢，自己有自信的第一个行动呢，是来自运动。让自己的体态的第一印象发生改变，这个很重要。当然并不一定要那么完美，通过运动让自己觉得某一个部位的肌肉增强了，脂肪的蓄积减少了，让自己的体态呢发生变化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运动呢，其实是对大脑精神状态的最好呵护。我们要知道，不是完全靠大脑来支配身体，而是靠身体来控制大脑的精神状态。他特意提醒说，注意改变体态的印象，并不是完全靠节食让身体瘦下来，而是要通过运动让身体的体态改善的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成就的达成感。
比如说可以通过自己能做俯卧撑啊，引体向上的这个次数的增加，通过这些努力，感受自己在这些坚持努力的付出中，这样的日复一日的这种积累的努力中，带给自己呢自信的感觉。那第二个呢，提高自己有实力的自信的呢，是练习冥想。因为冥想呢，可以管控住自己的自动思考。冥想被很多人呢都误解为是什么也不想，其实那不对。冥想呢，是可以让自己随时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呢跑偏了，可以及时纠正回来的那种能力。我们所有的人啊，都会在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工作中有那种下意识的走神现象。当自己意识到的时候，才会发现，哎，我怎么没在学习呀？我怎么又去碰手机了呢？又去想别的事儿了呢？或者怎么在发呆、愣神儿什么的？而练冥想呢，就是可以把自己呢，刚要走神儿的时候呢，及时意识到。比如刚要去拿手机的时候就察觉到，然后呢，就调节注意力，回到书中。刚要被一个声音牵走注意力的时候呢，会及时调回来。所以练冥想呢，尤其是对自己的那些负面情绪、负面思考的习惯呢，是很有效的。没有自信的人呢，往往是呢，自己并不意识到的情况下呢，会拼命的埋怨和否定自己，自己怎么这么笨啊，自己怎么这么差呀，怎么连这个也没学会呀，我怎么比别人差很多呀，等等。而练冥想呢，就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负面思维正向自己袭来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意识到，然后就叫停这个负面的思维，那就不会拼命的责怪自己啊。所以没有自信的人呢，通常都是呢自己在想象的啊，说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看我，说我很差，说我什么都不行，认为自己呢很没有价值。而事实上呢，周围这么想的人呢，其实是很少很少的，而更多的呢是自己的那种假想。而大脑呢，又因为害怕这种假想的内容，所以呢，就自己呢提前责难自己，攻击自己，其实是为了回避想象中的那个负面的攻击。大脑呢有这种自动思考的倾向。其实呢，让自己自信受创最致命的原因呢，是这种负面的自动思考。其实及时停止这样的负面的自责的思考情绪呢，是对提高自信呢是很重要的。练习冥想的效果呢，就是可以让自己及时的呢停止这些负面思考，把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情绪中呢拽出来。那第三个方法呢，是叫做 self-compassion。 这个可能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概念哈，其实是一个呢对自己柔和亲切这么一个概念。因为很多的研究都证明呢，对自己的自责自动思考的方式呢，是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任何益处的。有研究证明，2个不同分组的学生，他们都是在考试前呢没有好好的用功学习，考试成绩都很差。那第一个组的学生呢，都是看到成绩以后呢就后悔自责，不原谅自己，而且还要试图呢对自己进行惩罚。可是研究发现，这一组的学生呢，他们下一次的成绩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比上一次呢更差了，而且他们专注学习的时间呢反而还减少了。而另一组的学生呢，他们是对自己柔和亲切善待的，他们对自己和善的说下一次我要好好加油，并且还给自己呢制定了很好的具体的呢学习计划。那这一组的同学呢，他们的学习成绩呢下一次呢是得到改善的。所以研究发现呢，越是对自己自责，他们就越来越不能努力了。对自己严格呢和对自己责难呢不是一个概念。对自己严格呢，是指为了下一个目标不失败，制定好周密的计划，为自己设定更高的标准。而对自己严格批判的人呢，他们并不能解决和达成让自己不失败去成功的目标，所以仅仅是严格的批判和责难自己呢，并没有任何意义。
对自己严格呢，是为了成长自己，为了达成成长自己的目标，更要学习。这种呢，实际上是自我鼓励、自我安抚的技术和能力。那么能够习得这个技术呢，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可以通过想象一下，当你的好朋友说啊，我最近的工作好不顺利呀，我真是不行啊，就在那个很沮丧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你一定会说，没事儿没事儿，是人呢都会失败，对吗？没事儿啊，你看你很聪明也很优秀啊，你一定是这样去安抚他，对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安抚自己的时候呢，就是把这样的话语呢对自己再说一遍。这个呢就是 self-compassion 的基本原则。有的人性格中可能总是喜欢责备他人，也不擅长呢温柔对待自己，那么也会有很多的好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改善的。那么可以参考这本书，我也把这个书名呢写在这里。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把对自己柔和呀、亲切的话语写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好，今天呢，我们就是从日本的精神心理学家Daigo那里面呢，学习了3个让自己自信起来的，而且要立刻做起来的3个方法，相信你很快就能学会。好，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你要是打开小铃铛呢，就可以在我更新频道的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